不需要变成另一个人，你只需要把原来的自己重新演一遍，演得比从前更温柔，演得比从前更完整。今晚我们不聊远方，只聊你，只聊那个一直在硬撑的你。夜色已经沉下来了，窗外的风也慢下来了，城市的声音渐渐退去，只剩下远处偶尔驶过的车和这一盏为你亮着的灯。也许你正躺在床上，却怎么也睡不着，脑海里反复播放白天的某个画面，那句不该说的话，那个错过的眼神，那件做砸了的事。也许你正坐在沙发上，手机翻了一遍又一遍，不是想看什么，只是不想一个人面对安静的空气。也许你正刚刚关掉电脑，瘫在椅子里，觉得自己的身体很重，心里却很空，好像一整天都在忙碌，却说不上来到底忙了什么。如果你是这样的，那么我想告诉你，你今晚可以不用撑了，放下那些没做完的事，放下那些没回的消息，放下那些明天再想的难题。今晚我们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好好陪自己待一会儿。今晚我想和你聊一本书，一本关于重新养育自己的书，书名叫《把自己重演一遍》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，但我希望今晚你能在这段声音里感受到他想传递的温度。这本书不教你成功，不教你高效，不教你如何成为别人眼中更好的人，他只教你一件事，就是如何把过去那个受伤的自己重新接回来，重新演一遍。用现在的你，用已经长大已经有力量的你，去重新面对过去的那些片段。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有点抽象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聊。今晚最不缺的就是时间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来把你的心慢慢的重新打开，再慢慢的重新缝合。我想先说一件很多人都在经历的事，白天的时候你好像一切都还好，能笑，能说话，能完成工作，能照顾别人。但到了深夜，一个人躺下来的时候，那个真实的你才会浮出来，那个疲惫的、委屈的、不敢说累的你。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演戏，在公司演一个靠谱的员工，在朋友面前演一个乐观的人，在家里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。可是内在的那个自己呢，他早就累了，他早就想哭了，他早就想大声说一句我撑不住了，可是他说不出口，因为他怕被别人觉得矫情，怕给别人添麻烦，怕自己被看穿了之后连最后的保护壳都没有了。亲爱的，你总是在照顾所有人的感受，可谁来照顾你的感受呢？你总是在认真倾听每一个人的烦恼，可谁来倾听你的烦恼呢？你总是那个递纸巾的人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也值得有人为你递一张纸巾？如果你有这样的时刻，那么请你听我说，今晚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不够坚强，不是你太脆弱，不是你玻璃心，你只是太久没有被好好看见了，你只是太久没有好好的看见自己了。你心里那些委屈不是什么矫情，那是一根一直绷着的弦，绷了太久太久了，它只是在用疼痛告诉你，它需要停下来了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进入今晚真正想聊的部分，也是那本书里最打动我的一个词，重演。我喜欢这个词，它不像修复那么冰冷，不像治愈那么沉重，它就像一部电影。你觉得某个片段演得不好，觉得某个情绪当时没有被好好表达，那么现在你可以重新演一遍，用你现在的心情，用你现在的心智，用你现在的温柔，去重新演一遍。那个片段依然是你的过去，但你可以选择让它不再定义你的现在。我想请你先闭上眼睛，深呼吸一次，再深呼吸一次。对，就这样。现在我想请你回想一个画面，一个让你觉得委屈的画面。可能是小时候你考了98分，开心地跑回家，却被父母问那2分丢在哪里了。可能是你小时候摔倒了，膝盖破了皮，你哭着去找妈妈，却被说成别那么娇气。
可能是你在学校里被同学排挤，回家却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只是自己躲在被子里哭。可能是你第一次工作了，拼命努力想要得到一句肯定，却只换来一句，这本来就是你该做的。亲爱的，那些画面是不是还在你心里，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？那些话是不是还放在你的心里某个角落？只要遇到类似的场景，就会被重新点燃。你知道吗？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内在小孩，说的就是那个被你遗忘在记忆深处的小小的你。他没有随着你长大而消失，他一直在那里，在你心里最深的地方。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他会被唤醒；当你感到被否定的时候，他会替那个真实的你做出反应。而当你在深夜感到孤独的时候，也是他在轻轻敲门，告诉你，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那个小小的我还在等你回来呢。可是我们大多数人是怎么对待这个内在小孩的呢？我们忽略他，否定他，甚至责备他。当他感到害怕的时候，我们告诉他要勇敢；当他感到委屈的时候，我们告诉他要坚强；当他想要抱抱的时候，我们告诉他你已经长大了，不需要这些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现实中遇到了一个小孩子，他害怕了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蹲下来，握住他的手，轻声问他，你害怕什么？告诉我，我在这里陪着你，对吧？但轮到内心那个小小的自己时，我们却变得那么严厉，那么冷漠，甚至那么残忍。这就是把自己重演一遍这本书想告诉我们的。你不需要再这样对待自己了，你可以成为那个蹲下来，握住那只小手的大人，你可以成为你想拥有的那种父母，你可以对内心那个委屈的自己说，别怕，我来了，这次我不会再丢下你了。以前没有人接住你，那是他们的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来接住你。我记得书里有一段话，大意是这样的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旧剧本，那是我们在小时候写下的，为了保护自己而编写的剧本。有人写的剧本是，我必须变得优秀才配被爱；有人写的剧本是，我必须讨好所有人才不会被抛弃；有人写的剧本是，我不能犯错，犯错就完了；有人写的剧本是，我不能给别人添麻烦，我的需求不重要。而这些剧本在当时也许是有效的，它保护了你，让你在那个无力的小时候找到了一种活下去的方式。但问题是，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你已经不是那个弱小的孩子了，可是你还用着那本过期的剧本，用着那套少年时代应对世界的方式来应对成年的世界，所以你才会那么累，因为那不是你在生活，那是小时候的你在替你生活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，比如你总是第一个道歉的人，哪怕不是你错，你总觉得先说对不起，关系就不会断，你总觉得只要自己姿态够低，就不会被抛弃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每一次你低头道歉的时候，你内心都会有一个声音在说，凭什么是我？明明不是我错，但你还是会道歉，因为你害怕。你害怕如果这次你不低头，那个人就走了。你害怕如果这次你不认错，你就真的只剩一个人了。这份害怕不是现在才有的，它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就种下的。可能在你还很小的时候，你发现只要自己认错，父母就会重新露出笑脸，只要自己乖一点，就不会被责骂。于是你学会了用讨好来交换安全感，用妥协来获得爱。你没有任何错，那是一个小小的你在那个当下能够想到的最聪明的办法。但现在的你已经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获得爱了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你可以站起来，你可以大声说，这件事不是我的错，你可以承受那个人离开的后果，因为你再也不是那个只能依靠别人才能活下来的孩子了。又比如，你总是给自己定很高的标准，哪怕已经很好了，你还是觉得不够。
工作中交出的方案明明已经改了3遍，你还是要反复检查每一个细节，总觉得哪里还会有漏洞。别人夸你的时候，你第一反应不是开心，而是解释，没有。其实还有很多不足，可是这些话你从来不敢对别人说，你只会对自己说，你只能藏在心里，然后一遍一遍地榨干自己，用那些永远无法满足的标准去鞭打自己。你告诉你自己，如果你不够努力，就对不起那些期待；如果你不够完美，就会被淘汰。可是你发现没有，你越是努力，空虚无助的感觉反而越来越重。你越是优秀，你越是害怕下一次失败。你明明拥有了那么多，却还是觉得随时会失去一切，因为你的价值感从来都是建立在那些外部条件之上的。一旦那些条件动摇了，你就崩塌了。你从来都没有真正的、无条件的接纳过自己。再比如，你总是笑着说没事，我很好。当朋友问你最近怎么样，你会脱口而出，挺好的。但你内心其实已经积累了无数的事情。工作上被同事塞过来的活儿，你接了，心里很不舒服，却不知道怎么拒绝。恋人忘记了你的生日，你嘴上说没关系，其实失落了一整天。家人对你的选择指指点点，你笑着点头，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。你不断地安慰自己，也许这就是大人的世界，谁不是这样呢？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可是那些事情真的过去了吗？他们没有过去，他们只是被你藏起来了，一件一件的塞进了心里的那个暗格里。直到有一天，那些东西塞不下了，满出来了，你才发现自己已经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可是你仍然说不出那句，我需要帮助，我需要被爱，我很难过。亲爱的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这些都不是你的错。那些讨好，那些自责，那些压抑，他们曾经都是你的保护伞，是那个弱小的你为了不被抛弃，不被否定，不被看清而想出的最好的自我保护方式。你不需要为他们感到羞耻，你不需要怨恨那个过去的自己，但你需要明白一件事，那就是这些模式已经过期了。它们像一件小时候的衣服，你穿着它时它是合身的，但现在你已经长大了，它还停留在那个尺寸，你再用它来包裹自己，只会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窒息。你不需要再在那个旧模式里面挣扎了，你有权利换一件新衣服，你有权利重新编写你自己的剧本。具体的做法其实很简单，简单到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它真的有效。这是那本书里教我的第一步。当那个熟悉的情绪又出现的时候，比如你又开始自我攻击，又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，试着停下来，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，深深的呼吸，然后对自己说一句话。这句话很简单，就是我看见了。亲爱的，我看见你又开始自责了，我看见你又开始害怕了。我是一个人在深夜的时候突然发现这句话有魔力的。我本来会有很长很重的焦虑，整夜难安，可当我试着把手放在心口，不带评判的去看见那种情绪的时候，焦虑告诉我，我只是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，担心你不再喜欢我，担心你终会崩溃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我的焦虑，我的强迫，我的紧绷，都是一个小小的一直在提醒我危险的孩子。我的内心住着一个一直在喊警报的守夜人，他不是坏蛋，他不是敌人，他不是需要被铲除的病，他只是太害怕了，他只是太想保护我了。所以现在我开始跟他说，谢谢你守护我，但现在我很安全，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。这个句子我每天晚上都会说，推荐给你。然后第二步是我想请你试着把那些要求对你自己的话换一种说法，把应该换成可以。比如把我应该做得更好换成我已经尽力了，这就够了。把我不应该让别人失望换成我
允许自己让人失望，因为我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。把我不应该表现出脆弱换成我可以脆弱，脆弱也是我的一部分。这个看似简单的替换，其实是在改变你的内在结构，它是在为你松绑，让你从那种高压的绝对化的模式里走出来，让你从二元对立的牢笼里走出来，不再拿完美的标准来苛责自己，而是允许自己的不完美，允许自己的局限性，允许自己有时候就是做不到。这不代表你失败了，你只是一个人，凡是人就会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刻，这很正常，也很真实，甚至可以说，这才是值得活的、有温度的生活。还有第3步，是我特别想重点跟你聊的，因为它是把自己重演一遍这本书的核心，也是我认为它最动人的地方，叫做重新养育自己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心里其实住着一个没有被好好爱过的小孩，他可能是小时候的你，在某个瞬间没有被接住，在某个瞬间被忽略了，在某个瞬间被要求太苛刻了，他一直停留在那个受伤的位置，等待着某个时刻能被重新抱起来，重新被照顾一遍。而他等的人，其实不该是父母，不该是伴侣，不该是朋友，而应该是你，是现在的你。因为只有你最了解那个小孩的感受，只有你知道他是哪里疼，他想要什么，他真正渴望的是什么。所以我想请你做一个练习，这个练习很简单，你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，只要找一个安静的角落，闭上眼睛，想象你面前站着小时候的你，可能是5岁、8岁、10岁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版本的你。你看着他，你仔细地看着他，看着他小小的脸，看着他有点紧张的眼神，看着他可能并不开心的表情。然后我想请你想象，你走过去，走到他的面前，你蹲下来，让他可以平视着你，然后你伸出双手，轻轻地、慢慢地抱住他。那一刻的拥抱不需要语言，你只需要让他感觉到你温热的体温，你温暖的胸膛，你稳定有力的心跳。你就是他所期待的那个大人，那就是他等了一整个童年的拥抱。然后你可以对他说几句话，你可以告诉他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一直都这么努力，我看到你受伤了，我看到你其实很害怕，对不起，我这么久才来看你，让你一个人孤单了那么久，但现在我来了，我以后都会在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会支持你，我会永远站在你这一边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做完这个练习都会哭，那是一种很复杂的眼泪，里面有委屈，有释然，有温柔，也有一种重逢的滋味，就像漂泊了很久的船，终于看见了灯塔的光。那不是你的错，那不是你的问题。那个觉得世界不安全，觉得自己不被爱的小孩，不是因为你不值得，而是因为你在一个还不够安全的时空里，没能被好好接住。而现在你已经拥有了成年人的力量，你可以给那个小孩一个安全的地方了。那个地方不在外面，不在别处，就在你的心里。这就是把自己重演一遍这本书一直在说的那件事，不是重新去演一个更好的别人，而是重新去演一遍那个尚未被好好善待的自己，那个一直被忽略的、被否定的、被放逐的自己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愿意转过身去，把那个小孩带回来的那一刻，你生命中很多一直无法言说的沉重，会真真实实地开始松动。你不再因为害怕被抛弃而讨好别人，你开始学会表达自己的需要，你不再因为一点点小失误而疯狂攻击自己，你开始允许自己犯错并且原谅自己，你不再压抑那些负面的情绪，你开始懂得告诉别人，今天我不太好了，我需要被安抚。你也不再怀疑自己的价值，因为你的价值不再取决于你做了什么，而取决于你是谁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不需要变成谁，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者，不需要把自己活成某个模板，
更不需要等到变得完美了才允许自己被爱。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，你呼吸的那一刻就有意义。你走过这片土地，你爱过人，你受过伤，你还在努力地活着，这已经很难得了。你知道吗？不是只有闪耀才有了不起。你要知道，那些安静的、平凡的、认真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伟大。那些每天早起、挤地铁、按时吃饭、笑着面对世界的日子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。你有缺点，有创伤，有搞砸的时候，有无能为力的时刻，那又怎样？恰恰是这些不完美的地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你。你不需要完美才值得被爱，你只需要完整，完整比完美更重要。假使你今晚只能从这段声音里带走一句话，我想让你带走这一句：你不必等到把自己修好了才值得好好的生活。从你决定心疼自己的那一刻起，好生活就已经开始了。就是今晚，不是等周一，不是等下个月，不是等完成了一个大目标，也不是等谁先来爱你，今晚就可以。因为照顾自己是不需要等待任何条件的。今晚你就可以做一件事，很小的事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去做一个深呼吸，然后把手放在心上，对自己说一句：你辛苦了。今晚你就可以允许自己不回复那条不想回的消息。今晚你就可以允许自己吃一点想吃的，早点睡。你也可以允许自己明天不想早起，你已经撑了很久了，你有权利休息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普通，但你要知道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允许自己休息本身就是一件奢侈的事。因为我们太习惯用成就来定义自己了，太习惯于觉得自己停下来了就会落后，就会让所有人失望。但亲爱的，你不是一台机器，你不需要一直运转，你不需要一直高效，你不需要一直有用，你存在就已经很棒了。我总是觉得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盏灯，有些人的灯是被自己亲手关掉的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光不配照亮别人。有些人的灯是很久以前被别人吹灭的，从此他们便忘记了原来自己也有光。而今晚，在这段声音结束之前，我想邀请你把那盏灯重新打开。你可以想象这束光只在你的胸腔里亮着，温暖、橘黄，像烛火，不大不小，刚刚好能够照亮你的内心。它不需要照亮全世界，不需要让所有人都看到，它只需要照亮你自己，让你看清楚你心里那些被忽略很久的需要，让你看清楚你是多么值得被好好对待。你不需要等到明天再开始爱自己，今晚就可以，就在你闭上眼睛的这一秒，你就可以开始。你可以在心里给那个小小的你一个拥抱，抱得紧一点，告诉他你不再是孤单一人了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你可以保护他。你可以在心里原谅那个曾经犯过错的自己，告诉他说没关系，人都会犯错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你可以现在就对自己说那一句你一直渴望听到的话，那句你等了很久却从来没有从别人嘴里听到过的话。那句话可能是你辛苦了，你已经很努力了，可能是你是值得被爱的，可能是你已经足够好了，也可能是我爱你。无论你是什么样子，我都爱你。说吧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，不要觉得羞耻，你值得听到这些话，不要觉得这些没用，不要觉得这太矫情了。你想想看，你那么擅长安慰别人，把那些温柔的话都给了别人，为什么不能分一点温柔给自己呢？为什么那些鼓舞人心的话你都愿意说给朋友听，却从来舍不得说给自己听呢？你是值得的，你值得那种温柔，你值得内心平静，值得被完好无损地捧在手心，而不是一直悬着一颗心，担心自己随时会被放弃。你更值得的不是被某人拯救，而是被自己理解，
被自己接纳，被自己好好呵护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将来某一天你遇到了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，他愿意看到你所有的不堪，愿意拥抱你所有的脆弱，你不会觉得慌张吗？你会不会觉得他看错人了？你会不会觉得他迟早会后悔？如果会，那说明你还没有接纳自己。你的心还有一个地方是你自己也不敢踏足的黑暗角落。而真正的安全感不是等别人来填满，不是靠别人来确认，是你亲手把那盏灯点亮，告诉那个角落里的自己，我看到你了，你是好的，你永远属于我。风再大，雨再急，我也不会丢下你了。亲爱的，你存在的本身就值得被好好对待，不需要任何条件，不需要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不需要更瘦、更漂亮、更聪明、更成功，就只是这一秒的正在呼吸的这个你，就已经足够值得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曾经也是一个特别习惯讨好别人的人，在公司里谁都可以找他帮忙，他从来不拒绝。在家里他也总是独自承担所有的事情，他总觉得如果自己拒绝别人就会被讨厌，如果自己停下来事情就会失控。直到有一天他累倒了，在医院躺了1个星期，那1个星期他发现天没有塌下来，公司没有垮掉，家里人也没有因此抱怨他。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，原来这世界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需要他无时无刻的付出，是他自己把自己逼得太紧了，是他一直告诉自己你必须有用，别人才会爱你。后来他开始学着拒绝，学着说不，学着把时间留给自己。一开始他觉得自己好自私，觉得浑身不自在，觉得愧疚极了。但慢慢的，他发现当他不再讨好所有人的时候，那些真正在乎他的人反而更靠近他了。而他自己也终于感受到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轻松。他跟我说，原来真正的自由不是让所有人满意，而是允许一部分人失望。我觉得这句话值得你也试一试。所以我想请你今晚做一个决定，不是很大的决定，不是发誓改变人生的决定，就是一个很小的、温柔的、属于你自己的决定。你可以决定从今晚开始，不再用那些严厉的话来责备自己。当你想说我怎么这么笨的时候，换成一句没关系，这只是一个失误。你可以决定从今晚开始，每天留出10分钟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是陪自己坐一会儿，喝一杯水，看看窗外的灯光，或者发发呆。你可以决定从今晚开始，在睡觉之前回忆一件今天做得好的小事，哪怕只是认真吃完了早饭，哪怕只是对陌生人微笑了，哪怕只是按时下班了，那也是值得表扬的时刻。你总是表扬别人，从今天开始，试着自己表扬自己。那些别人不会给你，甚至你做梦都不敢要的肯定，你其实可以亲手给出。曾经有人问我，说这个练习是不是自欺欺人？说这不过就是自己安慰自己，有什么实际作用？我告诉他，安慰自己不是自欺欺人，恰相反，它是我们最真实的需要。如果你永远拒绝安慰自己，永远要求自己必须强大，那么你的内心就会一直停在一个无人照顾的荒原上。你只能不断地向外索取，不断地寻找一个能够无条件接住你的人，但那个人并不是时刻都在的，而且就算那个人在，他也无法替你完成你内心的功课。真正的改变，所有的疗愈，说到底都是自己完成的，别人只是陪伴，只是见证，而你才是那个唯一能够走进自己心底的人。你知道在心理学里有一句话叫做，当我们能够成为自己的母亲和父亲时，我们才真正长大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内心构建出2个形象，一个无条件给予爱和接纳的形象，像一个理想中的母亲；一个给予保护和认同的形象，像一个理想中的父亲。而这2个形象都不需要依赖外界的任何人，我们可以把他们活在自己心里，
当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你能够温柔地抱住自己；当感到迷茫的时候，你能够坚定地拖住自己。当你拥有了这2种能力，你就不必再隔着千山万水去寻找别人的救赎，因为那个时候你就是自己的归属。书里还有一段话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他说，人这辈子要经历2次断奶，第一次是生理上的，从妈妈怀里离开；第2次是心理上的，从别人的评价里离开。第1次断奶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，很多人在物理层面上早就完成了，但第2次断奶也许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，你还在等着别人给你点赞、认可、肯定，甚至等着别人给你发一朵小红花。那朵小红花从童年一直等到了今天，还在等。但亲爱的，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发一朵小红花了，你完全可以自己肯定自己，自己表扬自己，自己对自己说，你今天表现得很棒，这朵小红花你早就配得上了，而且你也早就等得太久了。别等了，今晚就发，就发在你自己心里最显眼的位置。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也许你还是要去面对那些不变的工作和生活，还是会遇到那些让你烦恼的人和事，还是会有一堆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没关系，你不需要强迫自己立刻变成一个永远阳光积极的人，你只需要记住，你心里现在有一盏灯了，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在看着你，有一个坚定的声音在支持你。当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你可以停下来，跟自己说一句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你可以的，你已经走到这里了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你看你，从那么多难熬的日子里熬过来了，从那些你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里走过来了，你甚至比你自己以为的还要勇敢，还要坚韧，还要明亮。我知道，改变不是一夜之间的事，那些根深蒂固的模式，那些深入骨髓的自我怀疑，他们不会因为我们聊了这几分钟就完全消失，他们的形成用了你很多年的时间，改变自然也急不来。但今晚就是改变的一个开始。我从来不觉得疗愈是一条直线，它更像一条螺旋上升的线，你会反复，会退步，会重新陷入那些旧情绪里，但没关系，每一次你愿意停下来看见自己，每一次你愿意温柔地抱住自己，就已经是在前进了。只要你还愿意回来，愿意在那些熟悉的低谷里想起，哦，我原来是被自己爱着的，那一切就都还有转机。而那个愿意回头看自己的你，那个愿意在深夜听着声音陪伴自己的你，已经是在重演了。你正在把一个熟悉的旧剧本重新演成另一个样子，你不再是那个无助的等待着外界来救赎的小孩，你正在成为自己生命里最温柔、最可靠、最坚定的那个人。夜深了，我看不到你的样子，但我能想象，此刻你躺在床上，手机屏幕的光照在你脸上，也许你身边没有人，也许陪伴你的只有这一盏灯，也许今天这一整天你都没有跟任何人好好说过话。我能感觉到那份孤独，那份很多人在深夜都有过的，说不出也无人可说的孤独。但请让我再多说几句，不要害怕这份孤独，它只是在提醒你需要被陪伴，而这份陪伴可以来自你自己。把你的手轻轻抬起来，捂住自己左边胸口的位置，感受那一下一下沉稳的心跳。那是你的生命，那是你一直以来的坚持，那是你灵魂居住的地方，那里的灯光不会熄灭，只要你还愿意为它点着。亲爱的，我不再说什么了，这世界上有太多的声音告诉你要做得更好，要有更多成就，可是我想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请你学会做那个相信自己的人，请你做自己身后最坚定的那个人，请你把双臂环抱自己，像抱住一个受伤很久却依然还在坚持的朋友。亲爱的，今晚你已经做得够好了，你认真听完了一个人的声音，你认真地面对了自己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现在你可以放心地睡去了，让那些委屈和疲惫都留在今晚吧。明天是新的一天，那是你重新演一遍自己的第一天，那也是你与新自己第一次并肩行走的第一天。我会在这里一直留一盏灯，等着你随时回来。祝你今晚睡得安稳，祝你梦里天朗气清，河水温柔，祝福你的明天不再那么累，也祝福你从今以后每一次想起自己都带着温柔的疼惜，而非严苛的鞭策。你辛苦了，这一路走来你真的辛苦了，从今以后我们会一起走，你不孤单，你一点都不孤单，我在这儿，你也在，我们都好好的在一起。祝你今晚睡得安稳，晚安。